這裡有大歷史碾過的痕跡，這裡有溫良恭俭讓的人民，這裡保留了許多我們的過去，也預示了许多我们的未来。台灣，我在成都什麼太原街上，我都驚了，一看啊，賓利一串一串在街上跑，南北幫客都不當人呢，就在街上隨便開，我天，這簡直太嚇人了。台灣這個確實人也多，地也小，這到什麼程度？我給大家舉個例子。台灣人走紅綠燈是南北向能走了，是布谷鳥的叫聲；東西向能走了，是另一種鳥的叫聲。專門給行人這地方是蛐蛐聲。你說這多人性化，比在香港聽見滴滴滴滴，嚯，煩死了。今天為什麼聲音突然低了一點呢？因為今天開始要講一個誠惶誠恐、如履薄冰的題材，啊，我也不知道會講多久，這個盡量多講一點吧，就是台灣。所以大家看我現在開始就聲音開始低沉起來了啊，因為我腦子在飛快的轉。最重要的轉的就是我既想把我看到的台灣以及我讀到的台灣，我想到的台灣盡量的跟大家分享，同時呢又能讓這個節目順利的盡量多的能跟大家見面。所以具體的原因大家都清楚啊，你懂得。台灣這個每一個中國人，每一個華人吧，在腦子裡從小到大都會有不同的那種印象。我就說說我自己的。從小其實我跟幾乎所有在大陸成長起來的人一樣，台灣在我們腦子裡就是一個水深火熱的、特別悲慘的、白色恐怖的完全就是地獄一般的地方。就是從小我們的人生理想之一就是有一天要去解放台灣。為了解放台灣要拋頭顱灑熱血等等等等，那有那麼多同胞跟人民在受苦，然後所以台灣是一個既近又遠的地方。台灣那兒的人大家能知道的從小也就是叫獨夫民賊蔣介石，然後我記得小的時候看到凡是有關台灣的事情前面都是有一個偽字兒，這個年輕一代可能已經不習慣了我們小時候都習慣說只要一說到台灣不管什麼媒體上，比如台灣的任何一個職務，一個部長或者一個縣長、一個市長，那前面都要加一個偽字，就是台灣的偽總統、偽市長、偽縣長，幾乎所有的前面都是偽這偽那，所以就完全是這樣的情況下成長起來的，以至於後來開始遇見台灣人的時候，都懷着那種好奇怪的心情，就老說終於遇見一個台灣人，看看這偽人。不是那個偉大的偉是那個虛偽的偽，說看看這偽地方來的人是啥樣的，結果一看也沒三頭六臂凶神惡煞要跟我們撕巴起來也沒有好像水深火熱弄得面色蒼白怎麼樣，挺正常的，跟我們很像，而且呢這個說的普通話他們叫國語，我們叫普通話在這兒跟大家多說一句，這個國語這個事兒，到現在你去台灣，大家都好多人都不認同，說為什麼叫國語啊？我們其實剛解放的時候也曾經說這個叫國語，因為一個國家總要定國旗呀、國歌呀、國徽呀、國語啊。這個定國語的時候呢，我們確實經歷了一大輪的爭吵，就是大量的知識分子是江浙一帶人，大量知識分子堅決反對管這個。就咱們現在說的這個話這個話是融合了很多北方少數民族的話，融合了蒙金等等形成的现在的我们這一套話，堅決反對這叫國語，說國有數千年的歷史，數千年歷史裡只有很短一段時間說這樣的話，這個話如果叫國語的話，那連國學都不會念，因為你念國學的那些傳統的過去的詩文大量都不是用這個語言寫的所以在江浙一帶大知識分子的強烈反對下，其實我們反而更民主一點，我們說好吧，那就不叫國語了唄，那就把這話叫什麼？叫普通話普通話就是什麼意思？就大家就是，其實我覺得翻譯過來就是屌絲話，就是大家屌絲之間說話的時候就這麼說唄，大家都能聽懂的一種話。至於大家要念詩文，要念各種更高大上的文章的時候，那到底用什麼語言？那大家有考據所以我們叫普通話，他們叫國語。可是他們的普通話說心裡話。我開始遇見很多台灣人的時候，他們說那普通話比大多數我在電視上、電台裡聽到的我們的領導人，或者是我們的大量的不同地方來的
大陸的人吧，其實說的還標準點，反正至少都能聽懂，總比去好多省說他說那話我聽都聽不懂。哎，覺得這還好像挺親近。到今天回想，我最開始在大陸遇見的台灣人，其實幾乎都是外省人。這外省人什麼意思呢？就是父母啊，當然現在開始有爺爺奶奶了，那個時候其實就是父母跟着啊國民黨政權一起來到了台灣的那一批人叫外省人。比他們早了100-200年去的，其實也是外省人，但是那些人就叫本省人，大概在台灣，我這次去台灣，我仔細又問了一下，我說你們怎麼界定這個外省人、本省人？當然，今天的台灣其實大家已經不 care 了什麼外省人、本省人，大家只是說，今天有點像在美國說我祖上是愛爾蘭的，說我祖上是意大利的，我祖上猶太人，基本上也就是這個了，但是僅僅在一代人以前，外省人、本省人還是非常明確在台灣的完全不同的族群。這個本省人是什麼意思呢？在那個時代本省人特別的狹小，他嚴格界定了本省人就是最開始開墾台灣的時候去的閩南人、泉州人、漳州人，幾乎就是這些地方去的，他們叫本省人。那我認識的其他的大量的這個音樂圈、電影圈的，這幾乎全是外省人。比如說吧，我認識台灣那麼多藝人，大部分人是外省人。但是不是外省人的大概有這麼幾個，羅大佑不是外省人，李宗盛就是一北京人，李瑤我雖然不認識，但是李瑤也說一口北京話，張惠妹不是外省人，張惠妹是原住民，可是最可笑的就是原住民人明明世世代代就在台灣，但是他不叫本省人，他叫原住民。美國是这样，这个印第安人当然以前叫印第安人，後來大家覺得印第安人有種族歧視，大家現在管印第安人不叫印第安人，叫做Native American， 其實也是原住民的意思，就是美洲原住民就是印第安人，所以張惠妹不算本省人，她是原住民。羅大佑為什麼也不算本省人呢？因為他不說閩南話，他不是閩南人，他是客家人。實際上客家人僅僅比閩南人晚到了台灣大概沒有半個世紀，就幾乎就前後腳就到台灣了，他們最開始開發台灣，但是他們叫客家人，客人，所以這客家人也不是本省人，然後原住民也不是本省人，而叫本省人的呢，其實是對面福建來的閩南人。所以到底誰是台灣的真正的主人呢？其實都是客人。這麼一說我給大家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例子，大家都能更理解一點。大家去台灣看台灣的廟，那簡直是舉世無雙的奇觀。我去過這麼多地方這個華人也到處建廟，咱們大陸不說了這香港到處是廟，然後新加坡廟等等等等，包括我們洛杉磯都有廟，唯獨到這台灣這廟之怪，別人要不告訴你這是一廟，你一直就以為這是一準備唱戲的台子。為什麼？那整個那房梁上、屋脊上，老遠一看，到處都是飛的什麼八仙吶，這個太上老君等等等等。從外邊一看，那房梁幾乎是爬滿所有的地兒伸出來一個這個龍飛出一個那個神仙。媽祖廟還好媽祖廟當然也是外邊裹滿這東西，但是大部分的廟是釋迦牟尼在這兒，玉皇大帝在那兒。然後旁邊一看，角落裡還有一關公，就我第一次去我都傻，我說您這裡頭，這到底是拜誰的呀？然後台灣人就呵呵呵樂說，其實好多我們也不認識，我們也就認識這麼幾個菩薩，7、8個菩薩，18羅漢，反正那個之節省地方吧，就到處碼滿了，不像我們分得清清楚楚，儒釋道。這個士的廟就是佛教廟，那裡邊是佛的這系統；那道家的廟裡邊是道家這些，它全在一塊兒。後來台灣人就解釋說，我們這叫來的都是客，說大家都是客嘛，到這兒來就能拜就都拜拜，咱別就冷落了誰。基本上就這種，咱不要冷落了誰來的都是客，這種心態就特別像台灣。就是大家其實都是客人，本省人也是閩南來的，然後原住民覺得自己挺不好意思站在你們漢人中間，雖然祖祖輩輩我們生活在這塊土地上，其實印第安人在美國也是站在這些白人身邊，他也覺得自己好像不是本地人似的那種，自己也覺得挺不熟的。大家都是客，就是台灣的一個特別重要的一個形成今天的台灣人，形成了這樣的台灣人的一個重要的基礎。所以我對台灣人的印象一開始，今天回想肯定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為什麼呢？我遇到的全是外省人，不但是外省人，而且大量的是眷村長大的外省人。眷村長大外省人什麼意思？眷村就是國民黨老兵老將
啊，老軍官，所有那些人，他們到那兒住到了一起。啊，從大陸過去200萬人嘛，那除了資本家、地主等等知識分子以外，軍人們就住在一起，叫眷村。眷村聽起來還挺浪漫啊，台灣還有眷村菜呀，什麼什麼之類。其實你真正現在去看眷村，其實就是破舊大雜院。那所有的軍人都住在那裡面。那由於軍人嘛，尤其是逃到台灣去的軍人，那心裡肯定懷着那種漢賊不兩立，那懷着那種就我是中華這個正統等等這種觀念吧。所以軍人的孩子們，他們懷着就是中華民族啊等等啊這些情懷是充分的，是足夠的。那所以我最開始遇見他們，比如說伊能靜，那就眷村長大的；大 S 眷村長大的；劉謙眷村長大的。當然了，更老一代的那就更不用說了，更老一代幾乎全部的都是外省来的啊，大部分都是眷村子弟，从鄧麗君、林青霞、秦漢。啊，包括張大春，包括王偉忠，包括這個王祖賢等等等等啊，大量的幾乎都是，啊，至於這個原因嘛，這以後我們要慢慢講，因為實際上外省人到台灣的開始啊，確實是攫取了最大的教育資源，最大的本省的幾乎所有資源都掌握在外省人手裡，所以外省人的孩子明顯的是有教育方面各方面發展的優勢。那所以包括進大學啊，包括做公務員的各種前途，所以最開始看到的啊出來的這些人，這電影方面也包括啊，大家看到什麼侯孝賢啊、朱天文啊等等，這全都是外省人子弟。那本省人最開始是被壓迫的，所以到後來大家看到什麼張惠妹啊、動力火車呀、這些東西開始啊出來了。這些眷村子弟那當然認為自己就是中國人，然後說着一口標準極了的普通話，並且大部分人不會說閩南話。而且在那個時代，對說閩南話的還有點歧視，就覺得好像說閩南話的你們本地人就是沒什麼文化。當然了，那也是這個兩蔣到了台灣以後長時間的那種叫洗腦式的東西吧，就是我們是中華正統啊，我們是就跟劉備到了成都似的，說啊我們還是漢，那你們這些本地人你們得學國語啊，本地人得接受我們的教育啊，接受我們的統治啊，所以當時是外省人占上風。所以外省人心裡有一種很大的骄傲，當然也不學說閩南話啊，等等等等，大家在一起親如一家，啊，李宗盛來大家一起彈琴唱歌，那大家用來寫歌的語言是一模一樣的。說心裡話，比香港來的同行要親近得多。香港來的同行光說話能聽懂了，互相就很不容易。而且那時候香港來的同胞，這每句話裡本來這普通話說的就不好，每句普通話裡還加仨英文單詞兒，這英文發音也不很標準，普通話發音也不很標準，所以這跟香港同行討論起文化藝術的時候特別的費勁。這個再加上香港受教育並不是中華教育，所以香港並不學中國歷史，所以跟香港人還不能說成語。你說任何成語，完璧歸趙，完了大家就這樣面面相覷，說完璧歸趙是什麼意思？然後就解釋半天，到現在都是啊。我還記得電影公司那時候要拍《趙氏孤兒》，說到香港請香港導演，請了一堆香港導演，没有一個人聽說過趙氏孤兒，這故事是怎麼回事？所以跟香港人其實倒還真的文化源頭、歷史教育都很不一樣啊，交流起來非常難。說大家合作一歌吧，呵，他寫那歌詞完全我們這看不懂，不知道什麼意思。就是當然也有很優雅的我們能看懂的啊，有日讓我倚在深秋，千千闕歌我們能看懂，當然還有很多就看不懂了。但是跟台灣來的同行，尤其是關於中華的古代歷史和文明啊，那大家受的是一模一樣的教育，啊，兩邊僅有一小段有關中國歷史的教育是不一樣的，而且是反過來的，就是其實兩邊歷史書只要把那個主語跟賓語換過來，兩邊歷史書寫的都一樣，只是說我們這兒主語和他們那兒主語是正好倒過來的，我們這兒說我們抗日，他們不抗日，他們說我們抗日，他們不抗日，啊，我們這兒說他們挑起內戰。啊，他們說他們挑起內戰，然後基本上就是都是這樣的，就是我們管他們叫蒋匪，他們管我們叫共匪，然後就是毛匪，反正互相叫匪。這個但是其實也是一樣的，就是越近的歷史，啊，真實的東西越少，大家都是要隔代修史嘛。可是兩邊都還沒隔過這代去，所以這兩邊的這段歷史，大家就當笑話講了啊，互相印證一下，說你們教科書裡有關那事兒怎麼寫的？他們說怎麼寫嘛，哈哈哈哈。然後說那你們怎麼寫？我们说我们怎麼寫？哈哈哈！大家特別高興，因為反正都是文化人嘛，也沒有人討論那些事情，那就親如一家，應該這麼說，大家就特別好，所以覺得台灣其實沒問題哈，永遠是跟我們是
同文同種，血濃於水啊，就是這樣的。我再接觸的台灣人，其實我是先到了美國，後來才去的台灣，所以我第二波接觸的台灣人是在美國接觸的台灣人，這個就開始有不一樣了。那他願意來大陸的，願意來北京的台灣人，當然首先是外省人，然後深具中華情懷這些人，但是到美國的台灣人就已經不一樣了，就沒有說來喜歡大陸、喜歡北京、喜歡故國回首明月中的這些台灣人要好像來得親。在美国，台灣人大部分的時候跟大陸去的，在美國的是涇渭分明，就幾乎不來往。在我剛去美國的那些年呢，台灣的同胞在美国的对大陸人還是有一些歧視的，这是肯定的。今天呢，如果不是倒過來的話，那其實至少也是平等了，就大家至少沒有說，哎呀，你看我們台灣人多講禮貌，你們這些大陸人在這兒大聲喧嘩也好啊，當然隨地大便還沒見到啊，至少有很多不太文明的舉動，台灣人會覺得你看，好像咱倆長得一模一樣，還把我們的臉丟了等等等等，還有這種今天已經差不多至少是平等吧，如果不是大陸人更富有的話大家平起平坐，但是互不來往。跟香港同胞也不太來往就唯一的來往就是在好吃的台灣餐館裡，然後這兒有幾桌大陸來的，那兒有幾桌台灣來的。我幾乎沒見到台灣跟大陸的人在美國真的能成為說大家親如一家呀等等，很少。大概只有我們清華同學會我們清華同學會說心裡話，也只開同學會的時候，因為清華在台灣有一个台灣的新竹清華嘛，那北京有一個清華，那兩個清華呢都供奉祖師爺梅貽琦校長，然後等等等等，一切文化都一樣。這個字兒除了我們的校名改成毛主席寫的清華大學4個字，他們還保留着那個國立清華大學那幾古樸的字兒。但是一看那徽也一樣，這個水木清華也一樣，就是各種都一樣。所以清華同學會在我們至少加州吧是合成了一個，就兩岸清華。那每年校慶的時候，4月最後一星期天大家聚在一起，但是幾乎僅限於校慶那天大家在一起，平時還是北京清華的同學們在一起，然後台灣清華的同學們在一起，幾乎不太來往而且來往的時候大家很謹慎，就是在美國大家通常不討論這個政治問題。大家說哎呦，好不容易大家聚一回同學咱們清華同學聚個會或者什麼，咱就別那個咱們再討論政治問題了。在美國反正大家都是二等公民，咱也別討論，人美國還有自己的政治問題他們自己當着我們的面，他們也不討論什麼藍綠問題什麼這那問題，他們都不討論這個，所以大家相安無事，這個井水不犯河水。所以在這個洛杉磯吧，這個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雖然大家都是華人去那裡居住，但是大家自己分得很開。這個台灣人最開始比如說在 Monterey Park 叫這個地方叫小台北，台灣人聚居在這兒，後來大陸人來了很多人，所以 Monterey Park 現在就變成幾乎都是大陸人。然後台灣人搬到了另外一個縣叫咱們翻成叫橘郡吧 Orange County， 搬到那兒去，搬到 Irvine 那個地方就幾乎都是台灣人在那裡。然後大陸人佔領了差不多東洛杉磯的幾個 city， 那兒大量的大陸人，這個Hacienda Heights 什麼 Rowland Heights 這些地方。香港人依然聚居在老的 Chinatown， 因為老 Chinatown 是說廣東話的，那他們說他們的廣東話台灣人在 Irvine， 大陸人在這裡，基本上是這樣的。所以基本上在美國就靠什麼了解台灣呢？雖然台灣人就住開車也就半小時，但是基本上是靠看他們的報紙以及電視台因為你只要去中餐館吃飯，你就會看到台灣時報或者什麼這樣的報紙，然後看看報紙了解台灣在那兒惡鬥競選什麼這呀那呀，搞得好像每天他們那熱鬧極了似的。然後後來我說我訂個台灣電視台看看吧，所以我就訂了東森台，這個東森衛視，這個不是給人做廣告反正總而言之天天在那看東森台，給我樂的。我說這個地方太有意思了，完全不誇張，就是每天晚上他的黃金時間都不是播什麼電視劇電影什麼，完全都不是，我就是吵架，就是天天晚上一幫名嘴，什麼劉寶傑了唐湘龍了，在那兒罵陳水扁，罵這民進黨，罵等等，罵得一塌糊塗。我說這個很有意思，我說這個美國是一個號稱民主國家嘛，號稱這個最大的民主國家，其實也不是最大的按人口來說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國家，但是印度自己也說美國是最大的民主國家，我們第二。但是在那最大的民主國家其實
幾乎沒有看到過說大家競個選要拼成這樣，說大家一天到晚得天天在電視上互相罵成這樣。在美國偶爾有骂政治的，基本上也都是脱口秀，就当樂，就当笑話说，挤得你什麼，真的大家说上来就这么天天骂很少见。後來我說這個地方我得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他們怎麼玩這事兒，這個很好玩。於是就終於去了台灣，那到現在為止已經去了好多次了啊，最近一次就是剛剛才去啊，這麼多次去了台灣，那現在開始跟大家聊聊真正去台灣的感受。這個真的到了台灣，應該這樣講，就我第一次到台灣的時候，我走在台北台中的街頭，說實在好幾次是熱淚盈眶。為什麼熱淚盈眶呢？因為這個知識分子有一毛病，就知識分子喜歡懷舊一喜歡懷小我的舊，二喜歡懷大我的舊。小我的舊無非就是同桌你睡在上鋪兄弟就是這些東西，我的青春也好，這那也好。但知識分子還願意懷大我的舊，大我舊就是故國回首明月中就是這種情懷是永遠有的對方也有。大家聽羅大佑其實不是外省人，是祖祖輩輩在那兒的客家人，但羅大佑的那個故國情懷，我看比那個眷村子弟還要濃。羅大佑寫過那些歌裡有大量的有關，而且寫得特別動人。有一首歌叫《將進酒》，大家可以聽聽，裡面寫到潮來潮去，日升日落，黃河已變成了一條陌生的流水，就是故國黃河已經成了陌生的流水。然後翻開地圖，飛出了一條龍，故國回首明月中。就是對他們那一代人來說，這個從小被教育是中國人是中國人，然後但是中國只存在於翻開地圖故國回首明月中。其實我們這兒也有於是我到了那兒，走在街頭，我好多次特別感動。為什麼呢？就我突然感覺到好像這個地方很熟悉，我突然覺得這地方好像就是一種故國情懷，這地方好像就是一種保存了從書上讀來的，從各種各樣的學歷帶來的，就是那種好像中華的東西在這裡，華夏的那些東西，炎黃的那些東西，就包括你走在街上看那些路名通過台灣強大的流行音樂，大家對台北好多地名都已經很熟，忠孝東路走9遍，但是你看到忠孝路仁愛路信義路包括你到他的誠品書店裡看到成群的坐在那兒讀書的人們，包括你走在街上看到那些沉靜的、有禮貌的，然後那樣的溫良恭儉讓的普通的百姓，你其實心裡很感動。你說這不就是我們所謂的儒家教育很多年，然後我們從小學習那些中華民族帶來的很多美德等等等等。那我們這裡可能是因為各種浩劫運動破壞了很多，但是到那裡一看，居然保存這麼好，而且說心裡話，完全的沒有在媒體上看到的，好像大家你光在媒體上看台灣，你就觉得台灣人人都打了雞血，就覺得台灣就是街上有無數鬥雞，就互相這樣站着瞪着眼睛那兒互相鬥，其實完全沒有。然後你去問那個普通的台灣人民這些事兒，其實大家都懶得說你問他，哎呀，你支持誰我沒有遇見什麼很激進的，大家也說我支持誰，但是大部分人說我覺得都不太好那我過我的日子，幾乎就是這樣。那後來又去了南部，这個尤其是這一次雙十節給我很深的一個感受。雙十節正好就在台灣，從北到南，台北也就只有一點點的街道，一看就是政府插的青天白日旗。到了高雄，到台南，只有看見一個地方掛着一個青天白日旗，我們還特興奮，下去問說，你們這兒怎麼突然掛起一個青天白日旗？他們說我們這兒一軍隊招待所，所以軍隊招待所還掛着旗，其他沒有人掛着旗。從南到北沒人過這節，雙十節。然後什麼103年，什麼這民國103年，大家都不當回事南部的人就更是說，我們就是過一節而已，放一假，大家就當放一假。然後我到台北去找我這幫哥們兒，還問他們說，哎，怎麼過節我跟你們一塊過節，過雙十節看看。人說那你來看我們排練吧。結果我的特別好的哥們兒張大春和我另外一個特別好的哥們兒王偉忠，倆人在一個像教室一樣的地方認真的排練着他們的一個音樂劇話劇，在那兒沒有人覺得這是一個什麼重要的節日，大家在那兒該幹嘛幹嘛。然後我怎麼過的雙十節，就是跑那兒去看他們排話劇，然後排了一天，
在那兒非常的有意思。這個戲排起練來，而且那歌詞打在了屏幕上，我看了以後我特別感動。遠遠不只是什麼咱們這兒弄的麻花，但麻花沒什麼不好，沒這意思啊。但是有深刻的寓意，當然也很有意思笑的時候我也笑得很高興。所以就其實看到了大量的是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樣，是一個帶着很多很多中華傳統的或者說這個民族傳統的這麼一個地方，但是同時人們的慵懶，人們的這個隨意的生活，人們的好像不奮鬥那個感覺，有點像之前給大家講過的，比如說西班牙呀、意大利呀什麼这種地方，就是一个國家或好像已經過了那個高度發展繁榮這期，然後進入到一個經濟也比較停滯，然後大家安居樂業，安居樂業是肯定的到處賣萌，到處都是你看到，只有非常安居樂業的地方才會出現那種想盡辦法賣萌的那樣的一個社會，然後年輕人賣萌，然後中年人也喪失了過去那種艱苦時代奮鬥的那個精神，然後基本上大家就過着自己的小日子，基本上有點像西班牙有點像，凡是這種感覺已經過了發達高潮的時候，進入後半拉的這樣一個社會，人均 GDP 應該說比我們是高了很多，但是在世界上其實不算高，因為全世界的人均 GDP 早已經遙遙跨過，比如說3-4萬美金、4萬美金以上才叫一個富國之類的。那今天台灣的人均 GDP 22000美金跟當年最快速度發展的時候確實是比較慢，因為台灣1992年的時候人均 GDP 就已經過了1萬美金，那我們奮鬥到今天，我們差不多是6-7千美金這樣。我們還沒有到1萬，但是我們北京、上海深圳這些地方已經剛剛開始過1萬了台灣1982年就已經過1萬了，所以這大家悠閒下來，主要是過了1萬，其實就已經進入到一個比較富裕的生活了。大家想想北京、上海什麼這些地方就比較富裕了，但是長時間的發展了這麼多年，從92年到現在，大家想想多少年了？如果按當年的速度，那現在就快成世界首富，但是一直後來慢慢越來越慢，越來越慢，到現在馬英九6年前當選的時候說他的目標是3萬美金人均，現在看他已經絕對不可能做到。那經濟沒有那麼快發展的時候，一個好處就是什麼東西太快了就泥沙俱下，帶着往前走，就損失很多精神上的東西，損失很多生活上的東西，就是追求意義追求的太多，就少了很多意思。那今天我們比如說還處在生活要有意義追求這個意義，但是我們生活減少了很多意思，很多時候想起來說幹嘛呢，好沒意思。他們因為越來越慢越來越慢，所以當這個河流慢的時候，那很多東西就沉澱下來了，所以大家開始過上了一種，雖然才有22000美金，比韓國比香港比這些新加坡什麼其實還差很多，但是他們已經覺得挺好。他們是12年義務教育，大家知道我們是9年義務教育制就是從小學到高中嘛，小學、初中、高中全義務教育，然後全免費午餐。大學應該不叫幾乎吧，人人都可以上，還有富裕。你只要想上大學的台灣，你是必定能上大學的。為什麼呢？他台灣每年這個大學招生的名額是超過了報考的人的。你總有一大學上，當然你要上清華、台大，它叫台清交。台清交聽起來有點像一種吃的。其實就是台大清華、交大，但是台大就是北大去清華跟交大去，它還叫清華，還叫交大。但是北大去了，它沒法叫北大，它不能北京大學跑台北去說這是北京大學，所以到那兒就改叫台大了。那台清交，那基本上在中國也是這幾個學校最好吧，那不容易。但是你要想隨便上一大學，台灣曾經出現過，因為我在美國看報紙看電視，他們激烈辯論說8分高考8分，他們有高考，這個高考8分能不能上大學的問題。然後兩邊激烈辯論，然後有說8分還上什麼大學？8分您就當一工人不是挺好嗎？你幹嘛你就不能學習？幹嘛逼人上大學？人大學說人家8分人想上，人不想上人就不考了。我為什麼不讓人上大學？而且說我們現在招不滿，就連8分的學生都招進去了，還有排在末尾的大學招不滿生，很多專業招不滿生。所以你像一個社會到了這地步，你不愁任何事。像我們在大陸，我們最愁的什麼？孩子的教育。師資怎麼辦教育資源向誰集中不公平地區不公平等等等等考大學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然後生了病怎麼辦？賣房子等等。台灣不但是看病不要錢，台灣的醫療水平是世界一流的。台灣應該說有幾樣東西是世界一流的，比如電子業的水準
比如說設計的水準，那很多都是世界一流的。台灣的醫療是世界一流的，而且醫生在台灣的社會地位，在全世界任何國家或地區都沒有見過醫生有這麼高的地位。這個接着我們要跟大家講台灣歷史的時候，一定要講台灣有一個特別獨特的歷史，導致醫生這個群體在台灣不是簡單的治病救人，醫生這個群體在台灣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文化力量。包括現在台北市的這個候選人，重要的一個候選人就是個醫生，醫生在台灣是一個重要的力量啊，所以台湾的醫療，現在大陸有很多團去台灣，就是醫療团去看病，所以大家现在有這麼好的福利，小學、中學、高中不要錢，那上學沒壓力，看病沒壓力，基本上這倆基本壓力沒有了。那除非有人特想發財，那這種人當然永遠有啊，但是大部分人就覺得生活可以比較安逸，那所以大家就談戀愛。我第一次台灣有一個特別大的感受，這次去看好像已經少多了，但是那個時候我到台北，一個很大的觸動，說怎麼到處都是小食房啊，不像我們啊，我們這兒只有大學門口是這個有小食房，說咱學生窮，咱租不起一整夜，咱就2小時、3小時，台灣遍地都是小食房。我還問人家，我說這個你們幹嘛這麼多小食房？他們說我們好像我們年輕人跟大陸年輕人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說大陸年輕人說一好就俩人搬一塊兒住去了，說這搬一塊兒住這事兒有點太早，說我們還是咱先開房吧，咱就一塊兒，咱別就每周比如說咱来2回，咱別直接就搬一塊儿住去了，說这有點太厲害。大家也不愛結婚啊，也不愛生孩子，於是出生率極低啊，基本上看這幾年的全世界最低的出生率，不是台灣排世界最低，就是韓國排世界最低，但是世界最低的前幾名都是東亞地區。大家看看这個出生率啊，最低的大概只有1，甚至低於1。大家知道這出生率低於1是什麼意思啊？這個我們通常叫更替出生率。什麼叫更替出生率？就是下一代人跟上一代人保持基本一樣多的人口是2.1到2.2。就等於是夫妻倆生俩人，基本上你看这人口保持穩定，有些嬰兒會早死啊，加上一些這個其他的不可知的因素。那如果出生率高於2.2，那就一代比一代人多，那人口就開始膨脹了。出生率低於2.2，就甚至低於2，那人口就是下一代比上一代人少，那人口越來越老齡化，幾乎就变成這樣。尤其是大家醫療好的地方，人活得還長。大家想想，醫療技術好，人越活越長啊，老的不死，年輕的生的越來越少，那這社會就越來越老齡化，基本上到這地步。我們在嚴格的計劃生育的控制下，我們整個中國大陸的出生率差不多維持在1.4、1.5這樣，就是每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少了30%，差不多是以這樣的速度啊，一代一代年輕人越來越少。所以我們現在教育資源其實慢慢的不匱乏了，大家可以看到這幾年其實就是人越來越少了。他們台灣的出生率只有1是什麼？就每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少1半，所以可不是你想這些大學為這一代人建的大學，到下一代人突然少了1半，那可不是最後就變成了8分也能上大學啊，等等等等。出生率低是一個明顯的富裕跟安逸的標誌啊。這之前我跟大家講南明的時候講過，在工業革命之前跟工業革命之後，人類是反過來的。工業革命之前，只要盛世一來，就人均耕地一多啊，人的收入一高，总收入一高，人馬上就開始生孩子，就導致大量的嬰兒潮，人口增長，人均耕地減少，然後危機就來了。這是工業革命之前。工業革命之後，從英國開始就顯示出這苗頭，那到今天最後成為發達國家的這些東亞國家是更加的明顯，就是越富裕出生率越低，就大家越有錢越不生孩子了，這太奇怪了啊！今天我在這兒跟大家留一個討論的題吧，由於我也沒想清楚是為什麼我們這些東亞國家的人，而且東亞國家的人大量都受儒家影響，這個孝啊始終還都是儒家的一個重要的東西吧。那怎麼我們的出生率比西方可要低得多呀？美國的出生率始終維持在更替的出生率，就是2到2.2之間，所以美国一代一代人其實沒有減少。歐洲出生率比美國低，但是也遠沒有低到了我們東亞這些台灣、韓國最可怕是最低的時候比1還低，這韓國人怎麼就死活不生孩子？不知道為什麼。日本1點多一點，出生率極低。那我們大陸1.4、1.5，新加坡最低的時候也0點幾、1點出頭。為什麼我們深受東亞儒家文化，然後要孝這個傳統的民族，
卻創造了全世界出生率最低的今天，這跟大家來討論啊，到時候咱們在微博裡一起討論。總而言之吧，台灣變成了一個這樣的一個安逸的、富足的、安居樂業的，由於政治上也想不清楚，所以大家也不愛去想的這麼一個社會。超跑早已經過了那時代，那都土死了，大家都不玩這。幾乎在台北，哪怕在台北啊，街上都很少看到像今天在咱们大陸大城市，大陸都不用大城市，你有時候去什麼太原、成都，當然也是大城市啊，對不起，都是大城市。我在成都什麼太原街上，我都驚了，就是那個，就別說賓士了啊，就咱們叫奔馳，就拿賓利都不當人。就滿街的一看啊，賓利一串一串在街上跑，然後一看是邁巴赫，拿邁巴赫都不當人呢，就在街上隨便開。我天，我这簡直太嚇人了。在台灣，我就沒有見過這麼豪華的車，至於什麼奔馳、寶馬都不多，大多數都是經濟的日本車。說實在的，車的豪華程度，就是追求車的那程度，沒有美國厲害。美國當然也早過了用車炫富的時代啊，但是美國因為大。他有開車樂趣，說我一開車跑這州去了，一開車跑黃石公園去了。這台灣這開死了，開5個小時就開海裡去了，所以也沒什麼說開車有巨大樂趣，所以大家就，而且更大量的人騎機車，就是摩托吧，那個咱們叫摩托車，他們叫機車，就是滿街機車，幾乎就是很平和的，然後有非常發達的，他們叫捷運系統，就是地鐵啊以及高鐵，幾乎在台灣舒服在哪兒啊？那島真是不大，那我們跟人約個晚飯，我跟張大春約的，說咱們在台北吃晚飯嘛。那我們在台南還可以玩半天，都沒得玩，在台灣說咱再逛逛嘛，說這會兒就去台北。台南南邊當然還有一大城市啊，高雄，但是高雄已經很近，離台南也很近。說整個台灣應該這麼說，2小時之內哪兒都能到，啊，所以基本上是一個交通極為方便的地方。大城市之間啊，無非也就坐個1多小時高鐵嘛，就到了。來看看表，說差不多該去台北跟大春吃晚飯了，然後這從台南上車就到台北吃晚飯去了，就幾乎是方便極了。就一個小小的地方，當然了，很多人說小地方好建設啊，小地方好管，這個咱們未來再說，政治的事兒咱們不講。但至少到現在，啊，經過了那麼多年的建設啊，實際上台灣比我們建設的還要更早一點，從割讓給日本以後，日據時代開始建設。啊，那到了那蔣介石去了以後，那叫做復興基地吧，那使勁建設，帶去了一大堆錢，再加上美元，啊，帶去一大堆人才，這比錢還重要啊。然後一直到後來，他們也改革開放，那等等等等，他們也加入全球化，那到今天台灣已經建設到，啊，應該說毫不遜色，應該說細緻程度跟日本都有一拼。我記得講日本時候我說過，我說到日本就失業了，為什麼？你只要能看到想到的事兒，都有人幹了。就是每個地方細緻，當然台灣可能也是因為，被日本統治過50年啊，再加上台灣這個確實人也多，地也小，所以那個細緻到每一項服務，細到什麼程度？給大家舉個例子，過紅綠燈的時候，給盲人聽，這個因為盲人看不見嘛。你在香港，大家知道香港那就是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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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來越快，或者越來越慢，就告訴你盲人現在能走了。啊，不能走了。但是香港那個我經常吵得我受不了，因為他那聲音就靠嘟嘟嘟速度快慢。台灣人走紅綠燈，特別愉悅，他也是給盲人聽。但是南北向能走了，是布谷鳥的叫聲；東西向能走了，是另一種鳥的叫聲。然後專門給行人這地方就走路的地方是蛐蛐聲、蟋蟀聲。你說這多人性化，比在香港聽見滴滴滴滴，嚯，煩死了，就細緻到這個地步。你去上廁所，每一個什麼小便池或者每一個什麼旁邊都寫這麼大一片，然後這樣，而且特別能賣萌，到處都是小漫畫啊，大家賣萌。其實台灣話大家聽到什麼啪啪揍什麼這那的，就很能賣萌。這個賣萌不知道是不是跟日本統治過50年日治時代有關。反正是這個社會，你在這待着，你覺得很舒服，就大家都沒那麼嚴肅，除了那媒體上那幾個討厭鬼的那天天鬧以外啊，大家都能賣萌，大家都能以比較樂觀開朗的這個態度來生活，我覺得這就很好。安居樂業當然不光是衣食住行啊，文化也非常的重要。台灣的文化其實都不用我說，這大陸人民了解台灣文化，那簡直太厲害了。從小看着林青霞、秦漢、瓊瑤電影，
然後下一代人沒有瓊瑤電影，改瓊瑤電視劇了，看着瓊瑤電視劇長大，然後尤其是聽着台灣流行音樂，應該這麼說，這個我們華人的這個流行文化是這樣分配的。電影是以香港為主，香港電影是曾經做到僅次於好萊塢的世界第2大電影工業，電影之都，所以香港電影是代表了華人電影的高潮的。過去啊，流行音樂那就是台灣，台灣流行音樂代表了，我作為身為一個從業人員，我也要這麼說，台灣流行音樂代表了華語流行音樂的最高潮，就是從鄧麗君、劉文正開始。那我們那會兒還沒流行音樂，我們那會兒還这樣唱革命歌曲呢，他们那儿就已經鄧麗君、劉文正，這個年輕人都已經不熟悉了啊。然後緊接着就是以滾石、飛碟，其實滾石跟飛碟是一家唱片公司，後來分裂了，啊，這個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啊，以後大家會慢慢了解。以滾石、飛碟為首的台灣流行的最高潮時期，就是滾石的羅大佑、李宗盛、齊秦、齊豫、周華健什麼等等等等等等一大片，然後飛碟的蘇芮，其實就是為了搶蘇芮，大家為了爭奪搭錯車的一張唱片，滾石音樂分裂成滾石跟飛碟，啊，蘇芮就是飛碟的開山，緊接着飛碟大家是無比熟悉的啊，王傑啊、張雨生啊等等等等，大批的這種明星，流行音樂，台灣除了當然有我們聽到的這些流行，但是台灣就是有很高，像說羅大佑。已經是流行音樂的最高峰，就是已經把流行音樂提升到能跟電影、文學、繪畫比肩的這高度的也有，包括滾石當年出品的很多唱片啊，迄今有我一直聽的《駱駝飛鳥魚》這種級別的，把流行音樂完全提升到文化藝術這級別的，是也有一大堆。所以台灣的文化都不用我說，啊，作家大家熟悉的也更多了啊，從白先勇開始啊，到什麼啊朱天文、瓊瑤就不用說了，應該這麼說。暢銷書作家是有一票人在台灣，但是真正的文學也可以說有一票人，就不像香港。香港是說暢銷書作家當然是有了，有金庸啊，有梁羽生啊，有古龍啊，有亦舒啊等等。所以香港基本上文學這事兒乏善可陳，暢銷書作家一大堆。當然也是因為大學少啊，這個精英的階層少，那基本上大家都在香港都是為生活打拼，所以都是寫的流行的東西。但是台灣。要暢銷書作家是有暢銷書作家，要稱得上文學的，當然就是有稱得上文學的，就我剛才說的白先勇啊，什麼朱天文吶，這都完全能稱上文學。吳念真，所以台灣的文化應該說是華語文化的最重要的一塊陣地。那跟台灣有大量的優秀大學是有極大的關係。大家知道，49年去的時候，這200萬大陸人應該這麼說，除了幾十萬軍隊裡頭有文盲以外啊。極大的提升了台灣的平均文化水平，應該這樣講，台灣從光復就是從日本手裡回到了中國，啊，開始到49年這段過程中，當然歷史我們到時候再講啊。台灣的經濟發展也好，文化也好，當時大家覺得喲，這好像已經被摧殘掉了，海外一塊荒地弄回來吧。結果弄回來才發現，台灣在日本這50年的統治下，至少教育水平是非常高。台灣的人均識字率，其實人均 GDP 也比大陸高，在那個時候啊，49年的時候，人均識字率、人均 GDP 啊，各方面的建設其實都比大陸要更好一點。啊，所以49年去的時候，其實不是去了荒蠻之地，但是去了更多的有文化、有素質、有經濟能力的人到了台灣，而且到了台灣以後，幾乎全部都降級使用，就大量的校長到台灣當老師，大師到台灣也只能教一個普通的書，並且遷去了大批的名校，就剛才給大家講過的台清交啊，北大到台灣去復校，啊，那北大的校長也去了，傅斯年去了，在那兒啊，在台大復校。台大本來就是個不錯的大學，在北大占了它之前，它叫台北帝國大學，是日本辦的一個大學，本來就是個很不錯的大學。那北大去了以後，把那兒一占，這個就變成了台大啊。說到台大，跟大家多說一句啊，台大這面積之大，可是天下少見。這個我們這兒天天弄什麼大學城啊，什麼這那的，好像看起來大學挺大，其實大量都是以大學城為名搞什麼房地產項目。真正大的大學，清華應該已經算是，清華跟武大吧，應該算是我們大陸大學校園最大的了。但是跟台大比起来，那差了很遠很遠。台大應該比我看過的美國特大的校園，比如像斯坦福什麼還要大。台灣差不多是36000平方公里。啊，當然比我們講的新加坡的時候的幾百平方公里要大得多啊，但是也沒多大。但是光台大就345平方公里，就占了整個面積的1%。
那裡面校園裡清脆的自行車鈴聲，校史館裡那種繁複多樣的，一看就極為用心的，不像我們去那些大學校史館，就包括敝校校史館，進去就幾張照片，一看說好吧，然後那一個屏幕戳吧，把自己当年那学籍卡戳出來，然後看看說我当年這麼瘦，走了。校史館待10分鐘就沒得可待了。在台大的校史館做的是非常，應該這麼說，他們對歷史的整個的這個講究啊、傳承，是我們不能比的。因為我們是中間確實割斷了很多年，所以大家去台灣的時候，不要光去什麼日月潭吶，光去什麼阿里山，也要去台大呀這些地方去看看，啊，尤其是自己有母校在那，同樣有一兄弟校的人去看看，其實是有很多的感受。台大當然今天依然是台灣最好的綜合大学，然后就是我的母校清華大學，梅校長啊到了台灣，在新竹找了一塊地兒，把清華在台灣復了校，啊，再有就是交大校長是沒有跟着去台灣啊，就是著名的毛一生毛校長，所以這個交大建國以後是第一個獲得了毛主席真正的題詞的，北方交大4個字是毛主席寫的。我們今天看到的絕大多數人看看自己母校門口那個牌子啊，上面都是毛主席题詞，但是實際上幾乎99%的這個題詞都是從毛主席詩詞裡摳出來的，從毛主席詩詞裡找來找去，幸虧毛主席愛寫詩寫得多，所以字兒比較全，然後都找出來。但是這科技這俩字兒，毛主席什麼時候寫過我不知道。總而言之，我看那科技大學也是毛主席的，反正都從毛主席摳出來的。極少數學校是派了很有威望的学者給毛主席寫信，比如复旦大学就是给毛主席写封信，說主席呀，這那個萬壽無疆。毛主席回封信說某某老您好，那個收到，您也身體健康。然後那信封寫了复旦大学某某說，趕快把那复旦大学4個字剪下來。所以复旦大学特別光榮的說，你們都是從毛主席詩詞裡摳出來的字兒，只有我們是毛主席真的連着寫的复旦大学4個字，但是其實也不是題詞，是從一封信上摳下來的。這3個大學裡面啊，北大校長去了台灣，清華校長去台灣，而且是當時我大軍圍城的時候，從北平起飛的最後幾架飛機上，這也能看出來蔣心裡覺得誰最值錢啊。大批的将領都沒上了飛機，說你們就留那兒吧，你愛幹嘛幹嘛。除了2個将領李文跟石覺，這黃埔系的他捨不得。那上面有胡適，有梅萁，有陳寅恪啊。但是陳寅恪先生最後到了廣州，最後大家從廣州再去台灣的時候，陳寅恪先生說我不走了，我也不想老了走不动，我啊留在嶺南大學教書了。但是下場最後咱們之前講過啊，非常令人扼腕啊。所以台清交复校不光台清交啊，還有大量的教會大學，因为教會大學是更不能在這兒生存下去的嘛。那當時解放的時候，我們這兒最好的幾個教會大學，燕京大學就解散了。那燕京大學這塊地兒就是現在北大，原來北大可沒有這麼好一塊地兒啊。現在這燕園，為什麼叫燕園呢？就是這人家是燕京大學校園。除了台清交，還有一些名校，比如東吳大學，啊等等等等，都在台灣復了校。再加上也有日據時代整個做起來台灣的基礎教育，所以台灣的教育水平是非常的高，啊，導致整個台灣這個安居樂業裡面的文化元素是遠遠超過了我們這邊。我跟大家舉個簡單例子，就是一進這個書店，我們的書店一進先看見什麼呀？全是怎麼發財，怎麼升職啊，職場如何，創業，哎呦我都煩，每次進書店我要想看的書，我得找半天在那犄角旮旯裡才看見，然後就全是那種低俗不堪的那种。难道我就特別奇怪，你看2本如何升職的書你就升職了嗎？看2本如何發財的書你就發財了嗎？理財你就理財了嗎？但是台灣不一樣，台灣書店一進去看到的整體的文化水平，你書店怎麼擺放，那其實就是顧客的需求嘛。那遠遠的就舒服極了，就我一到那種書店裡我就覺得好舒服。啊，大學也是，我們這大學幾乎就已經變成了職業培訓所。啊，幾乎就已經沒有什麼人生理想去教你，尤其是名校啊。我老說名校是振國重器，名校應該胸懷天下，名校應該縱橫四海，改造國家，教育名校生。我們這兒甭管多名的校，哪怕敝校這種名校，也是請一幫房地產商去演講。啊，這敝校請我去演講，我說我不去。說你為什麼不來啊？你作為校友，我說你們請一幫房地產商。請一幫什麼這人去講，那你哪怕你請硅谷回來的人去講高科技也好啊，
或者你請文化人，你請一帮房地產商講什麼意思啊？講怎麼勾結當官的啊？然後剩下的都不是扯淡嗎？可是趨之若鶩。就我在洛杉矶看到，大陸的留學生非常多的，而且還是名校啊。這個大陸只要去一房地產商去演講，哇，就人滿為患，所有人都崇拜極了。然後美國同學看了都特奇怪，因為在美國就沒有什麼特別有名的房地產商，除了一叫川普的，他出名還不是因為房地產，還是因為別的。所以整個這個氣氛在大陸，這大學完全變成了一個職業培訓所，然後大家人人都討論着。我去演講過一次，回母校講了半天。啊，人生不止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等等，講得自己慷慨激昂，熱淚盈眶。完了說，同學們提問吧，同學們說，學長，我們應該去國企還是應該去外企？給我氣的，我說全白講了，講2小時慷慨激昂，最後人就問這問題。那台灣的大學裡，你明顯能看到那種文化的氛圍，啊，包括你去台大，非常感動，看到整個這個學校的傳統，啊，奮鬥、理想等等。啊，去清華大學，其實我還挺感動的。後來我很奇怪，這個一個學校、一個名校的這個氣質、這氣場居然能移動。這北大從那紅樓時代在沙灘的時候就是那種啊，永遠衝在前面，就特有那個革命精神。等搬到燕大的這校園裡，他還保持了這氣質，還是那樣的。北大出來人都是一股那種，我跟你們都不一樣，我是那個啊，如何如何。清華在我們這個清華園的時候。就是大家戴着眼鏡，然後这樣豆芽菜体型，然後大家走路都恨不得一份的，有點那種木讷。等到新竹清华大學，我一看，除了那字兒是繁體字，一看在校園裡走的這同學們，其實還是那樣，戴個眼鏡，豆芽菜體型，然後在那兒走路快一瞬的這種。但是整體的大學的氛圍啊，知識的氛圍，文化的氛圍，是讓你覺得非常舒服。那可能因為我自己是個讀書人吧。我覺得在那兒待着就特別舒服，包括我跟大家講雙十節，我去看，啊，張大春當然是個標準的知識分子啊，這是不用說的。可是王偉忠，大家知道王偉忠呢，因為王偉忠做了《康熙來了》呀，等等等等。台灣當然這種綜藝文化那當然發達極了啊，那綜藝已經到了那個地步，但是並沒有因為有綜藝文化、有流行文化，大家就徹底喪失了那些。我們這兒已經基本上快成那樣，大家全都去綜藝呀，去這那。哎，我一看偉忠哥你也在這兒，因為是大春請我去看那個話劇排練，啊，王偉忠說对，我也幹點這種，啊，讀書人幹的不掙錢的事兒。那我問問說，哎，你們這戲多少錢啊？一共？就大陸人特別習慣的，就先問人多少錢。後來我覺得在台灣我應該改改，咱們這兒都習慣了說，啊，普通老百姓見面先問你一月拿多少錢。上來先問這個，而不問說你這工作你喜不喜歡啊？你這工作到底有什麼？不是，先問你一月拿多少錢。我們也習慣於見着一人就說，哎，你這戲投了多少錢？我也是到那就問說你這戲投多少錢？人說沒多少錢，我也不要。大春寫整個戲的歌詞寫得漂亮極了，也不要錢。做音樂的也不要錢啊。偉忠哥當然自己公司做點商業的事兒，但是他那公司資助了這個劇社，這個劇社就是不掙錢啊。他沒事就做一個有意思的戲。啊，之前做了什麼岳母刺字啊，這回做了一個叫《情人眼裡出西施》，非常有意思的一個戲。我特別希望把它引进到大陸來給大家看。大家都不掙錢，他們窮成什麼樣呢？那排練穿的衣服，我還說这衣服誰設計的？就穿身上就成這樣了。他們說這還是我們上一出岳母刺字的時候的服裝。給穿身上了，那岳母刺字宋朝的事兒，西施這春秋的事兒都能把衣服穿一塊兒。整個這一戲投資也沒個幾百萬台幣，就是沒有100萬人民幣，在我們這兒都不能想象。在這兒，我們這個整個的文藝界啊，或者叫娛樂圈吧，演藝界，都是這樣。一聽說就投這點錢，那就算了，就不幹了。我們這兒人叫唯恐投資不夠大。啊，唯恐不幹大事兒，就人人都得幹大事兒，就非得那個巨片，然後這那非得要幹這些事兒。人家其實你說張大春腕兒不大嗎？王偉忠腕兒不大嗎？人就沒事就幹這事兒。但是一排練起來，我一看，而且那歌詞打在了屏幕上，我看了以後我特別感動。啊，遠遠不只是什麼咱們這兒弄的麻花，但麻花沒什麼不好，沒這意思啊。但是有深刻的寓意，當然也很有意思。啊，笑的時候我也笑得很高興。因為那完全就忘了什麼投多少錢，什麼市場，舒服極了。歌詞之優雅，大家之認真。偉忠跟大春都正好比我大一輪，啊，倆人特別認真在那記筆記，然後跟演員談這樣那樣，我在旁邊看着。哎呀，
長嘆一聲，說我其實應該多過這樣的生活，這才是知識分子的生活。然後到大春家去喝酒，他在旁邊筆墨紙硯，然後那個書齋裡一看，哎呦，熱淚盈眶，說你看看人家那書齋，人家那真是個書齋，那房子不很大，但是那書齋裡的各種善本古籍等等等等。啊，台灣的知識分子聚會依然保留着联詩对句，大家互相赠墨宝，身上要揣个印。啊，走到哪儿，大家聚会完了以後，我給你寫2個條幅，然後還把印掏出來蓋上。啊，我們這兒已經完全在一起，就是說，哎，咱們幹一這事兒，咱成立這公司吧。啊，你當 CEO， 他當 COO， 他當 C 什麼 O， 全都成這樣了。所以整個台灣保持着不但是安居樂業，而且是充分有文化的一個安居樂業的社會。這一點是讓我特別感動的。後來我說，我未來的人生一定要弄幾年到台北去生活，跟台北這些知識分子，包括他們的官員，啊，咱你看在那吵架什麼這那，但你看看這些官員寫的東西，非常有文化。那台灣是一直保持了文化人做官的一個很好的習慣。就當然咱這兒的官員也都是博士啊，咱這兒官員那現在不是反腐嗎？我沒事就看這個，我發現這個抓起來的全是博士。但是一看這讀博士的時候特別逗，大家如果有心的話，就是看看每一個這個官員的履歷啊，幾乎都是他到了正廳級的時候，他得了博士。就在我們這兒已經變成了博士是正廳級幹部的一個福利，就是你只要能到正廳級，你就一定有學校給你一博士。他們那可不是，大家知道現在台灣管文化的這個就龍應台啊，去做這個管文化的這個有引號的這個官員啊。然後整個知識分子群體，我覺得保持了，至少從民國時代下來吧，那種相當好的知識分子的傳統跟信仰。所以我說有一天我要，等我把這攤事兒都折騰完了，我要到台北去住住，我也去弄弄那些不掙錢的戲，我也跟大家筆墨紙硯，身上帶一章，然後到那兒跟大家還戳一戳。我不但帶一章，我還帶一琴，到那兒還跟大家彈彈琴，很好。不光是知識分子階層啊，也不光是官員，是大量的是知識分子來充當。即使是普普通通的百姓，即使到南部都用那種口音講國語，就講普通話吧，跟我們聊天的人，即使是一個開車的，他說話的層次明顯的要比我們應該說大家同級的這樣的，就比如說咱們出租車司機對出租車司機，然後咱們官員對官員，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都比我們文化要高一點，就是用成語就能看出來，就他們哪怕是最底層人民說話，那話裡經常帶着很多成語，就是幾乎就到了我們的官員級別的人才能說到這種話，所以你就覺得整個社會保存我們中華的文化以及享受這種文化的能力是非常強。給大家舉個小例子，台灣有一代電影大師啊，侯耀賢、楊德昌、李行等等，跟音樂大師那一代差不多，那同時代的那麼一代人，一個電影《悲情城市》導致一個叫九份的地方成為一個旅遊熱點，大家都到九份去看看。啊，一個電影《海角七號》，就讓其實台灣沒有一個地方叫《海角七號》，但是因為這電影火了，大家都說，哎，我要去這個《海角七號》看看。其實就在恆春，那恆春就大家就恆春自己就改名了，那地兒說，那我這兒就是海角七號，拍攝地叫海角七號。於是離拍攝地不遠的地方說，那我這兒叫海角5號，或者叫海角3號，就是也火了。因為文學，因為電影，因為音樂，因為音樂最明顯的就是鹿港小鎮啊，這鹿港。完全就是因為《鹿港小鎮》這首歌成了一個旅遊熱點，然後大家都去鹿港，我也去了，我也是懷着對大佑哥的無限崇敬到了鹿港。我到了鹿港才知道，哦，原來鹿港有一個大世家哈。是的，在鹿港這個大家關心兩岸新聞的人應該知道，就是辜振甫他們家。辜振甫就是那邊海基會的第一任什麼董事長，那辜家世世代代啊都是台灣大世家，就包括日本佔領台灣的時候。率領台灣的這個頭面人物去迎接日軍上岸的，就是辜振甫的爹。所以看來辜家這個慣於搞外交啊，那邊跟日本是他爹，這邊跟咱們是他自己。所以可是並不因為辜家鹿港成名，鹿港成名就是因為鹿港小鎮，所以到那兒去看了看才知道啊。所以鹿港現在也是一個旅遊勝地。好，台灣的觀感就聊到這裡，咱們從下期開始聊一些一直被大家誤解的台灣的歷史。